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主导着第一岛链的美国，现在呢联合了几个国家一起来建成所谓的这个飞弹的一个部署系统。那加入的国家，它拉的国家除了日本之外，还有菲律宾。第一岛链现在全面上膛，成为了一个飞弹网。挡得住中俄的超高音速武器吗？另外，北京现在则是要反击，目标直指的就是关岛以东。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做一次全面的关注。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关注到是美军现在在亚太地区这边逐渐的后撤，但是它也持续的加强在第一岛链这边的部署，要这些国家自己自立自强，强化起来。所以现在有来自于台湾的这个国安局最新的报告指出，美国接下来会当做一个主导者，联合几个国家，包括了日本、台湾跟菲律宾，建构第一岛链的飞弹网。好，在这第一岛链的飞弹网上面有什么样飞弹的部署呢？今天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在这边的部署，接着我们会看到日本跟菲律宾在这边又各自有什么样的部署计划。美军在这边除了放它的提风中程飞弹之外，还有它的反舰飞弹系统。它的提风是放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紫色圈圈的地方，那么它的这个反舰飞弹系统呢，则是放在蓝色圈圈圈起来的地方，包括了这个宫古岛、冲绳跟石垣岛、菲国的巴丹岛等等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到日本同样在第一岛链这边也有新的规划，放的是900公里这个射程的岛屿防卫滑翔弹，是在红色圈圈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日本部署的。接下来在菲律宾这边也有所规划，做的就是布拉莫斯的反舰飞弹，绿色的这个圈圈圈起来，等于说第一岛链整个已经成型了它的飞弹网。好，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我们来看看学者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飞弹网第一岛链的事情呢？首先，林颖佑教授他是这样说的：这已经不是传统的围堵了，是离岸制衡2.0，也是以陆制海的一个新型战略。也有研究员，这是国防院的研究员，他这样认为。他说，解放军的目标早就已经不是近海的防卫了，是达到一个远洋。真正的战略就是要把美军挤出第一岛链，因为他知道在这边第一岛链他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要整个压缩到关岛跟关岛以东部的地区。这时候美军呢，同样也在这个武器上面不断的升级。美军谈了非常久、吹了非常久的第一款极音速武器，终于正式的亮相了吗？这个是暗鹰飞弹，速度5马赫，射程高达了3500公里。但是呢，美军这边也特别说暗示了，如果部署在关岛的话，是可以直接打击到中国大陆的本土的。但有没有缺点？根据了解，它有2个缺点。第一个就是目前看起来它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跟中俄的极音速武器相比，它的这个暗鹰的弹头比较小，可以携带的炸药不到13.6公斤。第二件事情就是暗鹰到目前为止还是产能相当的不够的，每个月目前只能产1枚1发，未来它目标是1个月可以达到2发，但是还是远远的落后于大陆。所以就暗鹰这个武器能不能成为它的改变战局的王牌？如果把它部署在关岛，能够撑起第一岛链防线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单一武器并没有办法改变战场的这种优劣势，因为它只是单一武器只能做点缀式，尤其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那这个暗鹰呢？我认为它有3大短板。第一个，它的炸药当量小，你这个30磅啊。大概只有我们讲的14公斤，你这个弹头太薄弱了，你对重要的军事堡垒、军事要塞，你可能达到的摧毁的效果是有限。就算是这个拦截不到，你已经到达5倍音速了，可能并没有办法拦截到这个我们讲的暗鹰。但是问题是，它就算是命中目标所造成的破坏的效果，毕竟是有限。我认为这是它的短板。这个炸药当量太小，你只能做小规模的袭扰。并没有办法做真正对要塞堡垒的摧毁，我认为这是个关键。在打仗的时候，你要摧毁，而不是袭扰而已。是。第二个是数量太小，产能太弱。你产能一弱啊，我认为啊，这个真的是要开战正面冲突的话，暗鹰啊，它1天就要用500发。你现在我们讲的1个月1发，你1年12发，你要生产多少年啊？这是大量的消耗，因为大量的火力。在打仗的时候是大量的使用，是这样，那你变成产能太弱，那这个是决定性的火力吗？如果是的话，
那你的产能太弱，把你给拘束住了，没有办法发挥重大的战术效果，没有战术效果，那你会有战略成果吗？更不可能有战略成果。我认为第二大短板，第三大短板，我认为是关岛的战力保存的问题。关岛是550平方公里，但是它的1/4是军事地理，1/4，但是还是小了。你这个地方很容易被人家抓到，你被人家部署的时候，被人家抓到的时候，你攻击人家，人家也攻击你啊。那你怎么办？你也被摧毁。为什么？你腹地小，就是只能部署在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在现在的勤监侦的装备，包含从这个空中还有太空看得一清二楚。你怎么样要不会被人家抓到？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它这个暗鹰出来，并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对战场的这种重大的转变，因为你虽然可以说我的射程是3000公里，可以达到大陆的东岸的沿海，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它3个短板没有办法克服，所能够发挥的这个战略价值跟战术的价值是有限的。好，现在听起来这个美国的暗鹰听起来会是变成一个笑话，因为每个月现在看起来只能生产1发，真的是远远的太慢了，远远不足中国大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来特别看到刚刚画出的这一条线嘛，就是整个第一岛链建起的这个飞弹网，到底能不能真的有效的封锁住来自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它的极音速武器，还是可能变成一个牺牲品？这个第一岛链由美国主导的，其他国家会跟进一起来。汉庭怎么看？飞弹排成行。是自寻坟场，美国退2线，走狗挡前方。暗鹰虽亮相，产能却荒唐。岛链变断链，谁在做陪葬？到底这所谓第一岛链还挡不挡得住？我们就看美国自己最爱搞的兵棋推演。首先呢，著名的兰德公司，它的美中军力计分卡当中，早就承认，在第一岛链的对抗，美军已经失去了绝对的优势。美国海军学院的分析更加的直白，大概就在2个月前，他认为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能力已经像铁桶一般罩住了第一岛链。所以现在不是美军能不能围堵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军的航母和基地在开战后还能不能活过24小时的问题。现在来谈到离岸制衡，这个说好听点叫做分点式部署，说难听呢就是化整为零，准备逃命啊。美军把重型武器摆在了第2、第3岛链，只留下轻装部队在第一岛链搞骚扰，甚至还不断的往后撤。这就是把日本、菲律宾、台湾当成了战略缓冲的肉盾了。那刚才谈到的暗鹰，将军说的太对了，简直是军工业的笑话。第一，它是绣花针般的威力，对吧？这个暗鹰的弹头携带炸药不过才14公斤，什么概念呢？就一枚普通的155毫米炮弹炸药都比它多。所以你花了数千万美元的一枚导弹，飞了3000公里，最后呢，精准的炸掉了邻居家的鸡窝。这种贫血的打击力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那再来啊，他可能是要发挥工匠精神嘛，1个月才能产1发。刚才看到都笑了。所以在现代高强度的战争当中，他大概半个小时就打完了。你1年才12发，到底要生产几年呢？所以它顶多叫做昂贵的艺术品啊。至于美国把提风系统搬到了菲律宾，把反舰导弹塞给台湾和日本，美其名呢叫加强防御，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转嫁风险。谁成为了第一线？当这些导弹架起来的时候，日本的九州、菲律宾的吕宋就变成了雷达屏幕上最亮的红点。所以美国智库 CSIS 推演显示，一旦冲突爆发，第一岛链上面的盟友基地会遭受到最猛烈的饱和攻击。美国人呢，死道友不死贫道，让盟友在前面挡子弹，自己在后方观摩学习。所以现在呢，不是美国在围堵中国，是美国在把他的盟友做成防护垫。中国大陆的雷达照射你30分钟，就能在3分钟让你飞弹网灰飞烟灭。好，确实，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岛链刚刚特别提到嘛，美国的盟友，那现在最新哦，美国又宣布了，其中之一的盟友就是台湾，他要给台湾军售是111亿美元的一个军售，这是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他卖些什么东西，包括了8大装备，这当中含到包括了这个海马式，还有自走炮啊，跟这个
托2B 与标枪反装甲飞弹等等，可以做远程打击等等的。那国防部对于美方的决定已经说了，表达诚挚的感谢。这个美国所谓的耶诞大礼包是安全保障吗？还是把台湾绑进美军的第一岛链里面去？会不会变成一个炮灰？杨老师怎么看？美国这次宣布的军售111亿美元，3500亿台币，大概里面有一些项目，其实之前赖清德宣布1.25兆的军购项目里面，所以就表示说他之前提这个项目的时候，赖清德这边那有跟美国咨询过，可是呢，美国为什么就先把它公布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说我们要买啊，因为还没有通过我们的立法院呢，也还没有付钱呢。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欠我们6725亿台币的这个装备，包含66架 F-16V 的战机啊。那什么时候交货？遥遥无期哎。本来应该说这个月12月要做试飞的，那没有听到任何的这种行动。那现在又加个3500亿，加起来破兆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到后来积欠没有给台湾的军火破兆台币。那为什么急的现在要去做这个宣布？我刚刚讲第一个理由可能是在帮赖清德在做支撑，因为他即将可能会面对这个问题，要去国会、立法院寻求支持。第二个呢，他当然很显然明年要去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见4次面，那最快的时间点可能就是4月份他会到北京去，所以在这个之前他先把这个项目给宣布了。宣布之后呢，国会通过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大概都把他的行程跟武器宣布的时间点，都考量过了。但问题是，他这些是属于8个项目，像是自走炮、海马式火箭啊、反战车飞弹、标枪飞弹，以及一个比较新的是一个不知道多少数量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公司的老板在几个月前来过台湾，还把他的那个模型赠送给赖清德。所以这个比较是属于传统武器项目的，而不是非对称战争项目的。是那增加过去其实已经积欠台湾的这些项目，除了无人机之外，其实都在前面6700亿都有在积欠名单里面了。它继续在增加，那天晓得什么时候过来。那因此我是觉得这里面真的对台湾的防卫，他强调，如果说自走炮跟海马式多管火箭能够增加在跨区台湾的北中南跨区的相互资源能够有效的达成，我觉得这个不要再作文了，是如此吗？那同时这里面比较有用的是一个战术任务网络系统，这个可能是现在台湾目前在用的资料链网络系统的提升，而且可能是跟美军的这个连结，可是这个也是占了将近有318亿台币，所以这一套系统可见是蛮大规模的。因此，它能不能够及时到，能不能够有效的增加台湾的防御系统？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做防御是跟谁比？是跟大陆的解放军？大陆解放军的武器的对比如何呢？以及到底台海的维持和平是要3分军事7分政治，还是7分军事3分政治？现在看起来赖清德显然是9分9政治，9分9军事，那剩下的0.1大概是喊话。所以呢，问题是如果9分9的军事的话，你这些够不够？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是结果如何。美国这边基本上其实要台湾出钱，然后呢要你自己救你自己了，因为他的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已经说他是战略退缩了。对。他讲得很清楚，《纽约时报》的社论一系列的报道，其实美军来源根本没有办法抵抗解放军的对抗，光一个福特舰就可能在前往台海战争的过程当中被摧毁。的的确确他这么写，因此现在卖更多武器给你，然后呢让你自求多福吧。问题是9分9的军事能保台湾吗？你我都了解。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